想象一下，有一個機構，它不需要經過選舉，而它卻可以掌握一個國家的經濟命脈，可以讓人一夕之間致富，可以讓數百萬人瞬間失業破產，甚至走上絕路。1980年代的日本絕對是世界的中心，他們買下洛克菲勒中心，買下環球影城，甚至有傳言日本東京皇居的價格可以買下一整個加州。可是就在所有人都沉浸在日本第一的想象中時，卻有人在暗處悄悄地扣下了扳機。隨後的10年、20年、30年，日本陷入了人類經濟史上最詭異的經濟衰退。日本政府瘋狂降息到利率0沒用。日本政府採取凱因斯的做法，花了100多兆日元瘋狂搞建設，沒用。日本政府想要讓日幣貶值，結果日幣居然還大幅升值，所有的官員都整懵了。於是所有人都認為，這一定就是因為日本的體制太過於老舊，日本的效率不夠，唯有全國上下做體制上的改革，日本才能夠走出經濟衰退。但他們不知道的是，這一場長達30年的悲劇非常有可能是人為造成的衰退。今天我們要聊一本非常有爭議的書《日元王子》，據說美國的聯準會千方百計地阻止它在美國出版。我們今天就要順着作者偵查到的線索，一起來找這個潛藏在日本政府內的內鬼到底是誰。按照慣例，我們一起來邊吃邊聊。那今天我來到的就是利雅得的金融中心卡，我要帶你們來這邊吃日料，讓你們看看在海外的日本料理店，還有特別是在金融中心到底是如何被當盤子宰的，價錢真的很驚人。OK，let's go。1985年，美国強迫日本簽下廣場協議，被迫升值的日元卻迎來了資本狂歡的時代。從1985年到1989年間，那個時候基本上就是買什麼漲什麼，股票、土地全部都暴漲。無論是企業、財團、個人，每個人都向銀行借錢，槓桿開好開滿。那時候人人相信資產的價格只會升不會跌，那是一個人人是股神，人人充滿希望的時代。但當狂歡到達頂點時，1989年，日本的央行卻突然送出了一個聖誕禮物，急速升息，並瞬間掐斷了銀行的信用貸款的配額，維持2年都在2.5% 的銀行利率，突然到了1989年就開始急升，甚至到了1989年12月來到4.25%。1990年的8月甚至來到了6%。Oh wow, that looks amazing. Thank you. 哇，這真的是太美了，不知道該怎麼吃。它的這個三明治吧，它裡面是牛肉絲，好酥的麵包皮，哇，超多味好濃。於是泡沫破滅了。在日經指數達到39000點的高點後，光是1990年就暴跌了32%。隨後的幾年，資產價格無論是股票還是土地，雙腰斬。在東京的某些高度投機的商業地段呢，土地價格甚至跌了超過80%。可是奇怪的是，這本來應該就是正常的景氣循環，為什麼日本就一直沒有走出來？反觀美國的同一個時間，也經歷了由土地價格泡沫化引起的經濟衰退，卻在短短的1-2年就走出來了。為什麼日本走了超過10年、20年，甚至30年都還走不出來呢？高級的大藏省，也就是日本的財政部，下令日銀趕快降息，因為降息呢，就是一個刺激市場資金流動最重要的手段了。日本的 ODR 從1991年的6%到1995年9月降到了0.5%，然後在接下去的幾年呢，它隔夜拆解利率降到0.001%，這根本是貸款零元購，免費跟银行借錢，不用付任何利息的概念哦。按照經濟學教科書，這樣的錢總該從銀行流到市場吧？但結果呢？日本的市場依舊像是資金沙漠，一長二，
無效的凱因斯政策。這時候日本政府想到了凱因斯的政策，前後推出了超過145兆日元的刺激方案，修橋蓋路，想盡辦法撒錢。但奇怪的是，政府每花1分錢，民間的市場就被抽走1分錢。似乎你越用力的撒錢，民間的市场就越窮。結果到最後，只是日本政府平白背負了一堆債，而日本的經濟卻還是纹風不動。一長3日元之戰，而最讓日本政府絕望的是，日幣在同一個時間不斷的升值。日本政府想要讓日元貶值來刺激日本的出口，大藏省呢命令日银，也就是日本的央行呢，趕快变賣日元去買美債，希望可以讓日幣貶值來救日本的出口。這是史無前例的大動作。可是結果呢？日元居然還暴漲，一路狂飆到79日元兌$1的歷史高點。那時候日本的出口商真是欲哭無淚，然後大藏省整個被整不會了。怎麼傳統的金融工具一到日本的市場就紛紛失靈呢？這時候連日本政府都不得不相信，日本就是跟其他的經濟體不一樣，日本就是在基本的結構上出了問題。唯有結構上的改革才能夠拯救日本的經濟，但真相是，這一切都是被設計好的。這個哇，看好漂亮 ，ceviche， 是這個 ceviche 呢，是在海灣很常見的日系料理，不過它結合了日系還有秘魯料理，因為那時候很多日本人移民到南美洲嘛，所以產生了結合。酸酸的，蠻好吃的。好酸哦！居然還有甜甜这种地瓜泥。作者理查維納發現，日本所有經濟異常的現象都指向同一個單位，那就是日本銀行，也就是日本的央行。為什麼降息沒有用？因為決定日本經濟命脈的不是利率，而是信用的數量，甚至更明確的說，是流到市場上的信用的數量，也就是企業和個人是否能從銀行那邊借到錢。而日銀呢，雖然表面上聽大藏省的話去降息，可是卻在暗地裡控制銀行的放貸總量。只要日銀不允許銀行放貸，那利率降到0，基本上也沒有用。那為什麼政府支出沒有用呢？因為日銀拒絕創造貨幣來搭配政府的財政支出，所以政府呢，它只能夠透過國債的方式去市場上借錢。結果呢，你要民間向你買國債，那你是不是就把錢從民間抽走了，造成了數量的擠兌效應？也就是說，你的錢在市場上流動的信用以及流动的資金並沒有增加，你只是从A 這個地方移到 B 這個地方。那為什麼外匯干預也失敗呢？因為日銀在執行命令的時候還額外多做了一件事情。大藏省要求日銀賣日幣，那日銀卻在國內市場反向收回更多的日幣。這種冲銷操作反而使得日幣不降反升，把大藏省呢整得聲名狼藉。而且呢，居然連80年代的泡沫經濟都跟日銀脫離不了關係。雖然表面上好像是大藏省維持低利率2.5% 太久的時間，導致市場呢不斷瘋狂借貸，可是實際上呢，卻是日銀在暗地裡要求日本的銀行不斷的放貸，而他們暗地裡使用的工具就是一個不成文的制度，叫做窗口指導。在日本的體系當中，日銀每個月或每個季度會固定的跟這些日本各地的銀行開會。那在開會的過程當中呢，他會暗示指示說，你這間銀行這個季度或這個月你的放貸目標是多少？如果你沒有達到這個放貸目標的話，可能下一個季度你的銀行貸款的 quota 就會被刪減了。所以呢，銀行為了不要讓自己能夠放貸的總量受到影響，全部都卯足全力的要達到日銀放貸的目標。這當中當然也就包括了一些他們也許覺得不需要貸款的項目，可是為了要達到目標，還是硬着頭皮放貸。這就很像什麼呢？大藏省的利率就很像是一條馬路設置的紅綠燈。我們一般看到紅綠燈就是紅燈停綠燈行，很正常嘛。可是日銀這種窗口指導的政策呢，就很像是在馬路上的警察。今天就算是綠燈，可是假設路邊的警察跟你說停停停，不能過的時候，
大家基本上還是不會過嘛，就還是聽警察的話。那今天就算是紅燈，只要路邊的警察跟你說来来來，趕快過，趕快過，那大家還是會无视紅燈這件事情。这就是日銀呢，能夠讓日本的這些銀行，甚至是日本的金融市場不照着一般傳統工具走的重要的關鍵。下圖可以看到日銀窗口指導內容和日本銀行3個月後實際放款金額的一個比較，你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就是亦步亦趨。看到這是高度重合，也就說明了日本的銀行是非常听日銀窗口指導的內容，再去制定他們實際上放貸的政策。而其中最細思極恐的地方就是，你在1985年到1989年間，你的資產價格已經飆升到史無前例，漲到一個失控的情況下呢，日銀卻還是不斷要求銀行們持續放貸，繼續放貸，持續不斷地向市場注入資金，進一步地推升資產的價格。而在1990年經濟崩潰之後，也就是日本的市場最需要資金的時候呢，日銀卻堅持不做 QE， 也就是所謂的量化寬鬆，不願由央行承擔這些銀行們的壞賬，也不願意向市場持續的釋放資金，讓銀行沒有辦法恢復他們持續向市場放貸的能力。下面這張信用資金流入市場的圖表，根據作者提供的領先流動性指數 LLI， 我們可以看到日本的信用創造量在泡沫破滅後急劇下降。也就是說，日銀不但不創造額外的信用，甚至還從民間抽取資金，整個經濟的血液呢嚴重受阻。也許你會想說，那是因為可能日本那時候經驗不足啊，不知道什麼是量化寬鬆。可是呢，在同一個時間呢，其實美國也正在經歷一场由房地產泡沫化引起的經濟衰退，而這時候是格林斯潘的時代，他立刻做什麼？大幅度降息之外呢，聯準會來大幅的買回美債，向市場注入資金，並且暗中資助銀行，就是要確保銀行能夠持續的放貸，讓市場從信用緊縮恢復成正常的信用擴張的格局。所以日本的央行，也就是日銀，不可能不知道這個做法，因為就是當時就是美國正在做的事情。那我們看到的結果就很明顯，美國的經濟呢，大概在1-2年就恢復了，甚至呢，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這中間呢，日銀有好幾次的確向市場注入了額外的資金，每一次注入呢，日本的經濟就會馬上開始好轉。可是奇怪的是呢，每一次注入資金之後，日銀就會快速的再次收緊信用，然後日本的經濟又會再次回到垂死的邊緣。只要這個信用擴張的錢是真的有流入市场，而不是只是留在銀行的賬本上面去付他們呆賬的話，日本的經濟都會得到好轉。所以這就來到最令作者不解的地方，也就是他最想要解開的謎團，就是日銀他們到底在圖什麼？為什麼日銀要這樣操控日本的經濟？特別是這一些日銀純血的央行總裁們，就是日本所說的王子，他們到底為什麼要這麼做？他們就很像是日本那傳統的操偶是這樣子，在背後操控日本的經濟，制造了經濟的泡沫，甚至是延長日本衰退的時間。而作者得出來的結論是，日本央行他們所圖的就是夺權與改革。說這個不需要加醬就可以吃，感覺好漂亮。居然是酸的，很好吃的。那飯有比較黏一點，這上面感覺是檸檬皮耶，酸酸的，好特別啊，很好吃。其實不差，只是就是不是傳統的日料，感覺就是結合了Peruvian的料理，酸酸的，蠻好吃的。答案就在日銀的一份神秘的報告裡，它叫做前川報告。日銀的精英們認為呢，日本2戰後建立的經濟體系，像是政府主導啊、終身雇傭啊這些東西太頑固了。如果不發生大的變革，也就是所謂的大的災難的話，日本是不可能改變的。而日銀想要的模式呢，就是美國的那一種自由經濟模式。而他們認為，唯有日本發生大的災難，日本才有可能放棄這種頑固的政府主導的經濟模式。為了推動他們的理想，他們不惜延長衰退的時間。當中呢，日本非常多的企業倒閉，
也非常多的人破產，甚至走上絕路。可是對於日銀央行而言呢，這些短暫的痛苦呢，都是為了要達成長遠目標而必須要付出的代價。而唯有這樣子呢，日本才會堅定他們改革的意志。至於奪權呢，他們的目的就是從大藏省獨立。他們希望日銀能夠像美國的聯準會一樣，成為一個完全中立、獨立的機構，不再受到大藏省的監督。最後呢，他們成功了，因為在2001年，大藏省這個名字永遠消失在歷史之中。大藏省呢，正式被改名為財務省，而日銀呢，也在1998年正式獨立出來，成為一個獨立的機構。講到這裡，感覺有一點唏噓。一個以自由市場開放作為目標的單位，可是卻用了一個感覺是最獨裁的方式控制着日本的經濟，以達成他們的目標。當然了，也許有人聽到這邊會覺得啊，怎麼可能？大藏省居然10幾20年來都沒有看破日銀的手腳嗎？這怎麼可能呢？的確有，這也是這本書它遭受很多經濟學家批評的地方，也就是這是不是有一點太陰謀論了？但是我們又不可否認，日本這一段經濟衰退的歷史呢，卻是很多傳統的經濟學家無法解釋的。大家通常都只能夠說啊，因為日本人的民族性啊，因為日本人就是比較特別，所以經濟才會搞了30年走不出來。可是每一個國家經濟制度上都會有問題，憑什麼如此勤奮的國家，他們的經濟卻30年都起不來呢？我做這支影片不是要讓大家覺得說啊，這一切就一定是日銀的陰謀，而是我覺得作者他提供了一個新的角度來看待這些經濟發展的現象，也就是有沒有可能在中間是有人為操縱的部分。然後作者在點出的一個問題就是央行的所作所為卻是我們人民完全管不到的。你看，像是川普說美國聯準會主席鮑威爾要為一些政策 too late 負責，而只要鮑威爾不願意辭職，就算是川普也對鮑威爾是無可奈何。問題就是當這個機構它不需要向人民負責，我們人民要如何來監督它？那另外一層弔詭的地方就是，那好，假設他今天真的要向人民負責，我們人民又有足夠的經濟知識以及能力去監督它嗎？還是只會陷入所謂的民粹？雖然我們今天沒有聊中東，但是日本的故事讓我們知道貨幣在現代市場上的重要性，而控制貨幣就是控制權力。而且日本這個 case 真的是太經典了，就是你想要了解所謂的資本流動啊、经濟发展都不可能繞過的一題哦。所以如果你也喜歡今天的影片，請幫我按讚、訂閱、分享，讓我們從研究杜拜和阿布達比的市場中更了解真實世界運作的真相。今天出的金額